兄弟们好，点关注公路，好玩具不停更。今天来和兄弟们一起开箱分享，把玩一下眼前的这只来自先兆工作室野蛮熔炉的最新出货的这一弹其中的这只炼狱纳拉卡啊。那么和之前的外包装就是一贯的野蛮熔炉一贯简洁的外包装啊，可以看到这个第二波的野蛮人其中的一些系列产品啊，这个纳松啊，那么这个纳拉卡和纳松基本上可能我感觉是同素体，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个分件都是同用的，那么基本上应该就是一个换色重涂加稍微的一些改模啊。那么纳松和这个纳拉卡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关系啊，在背景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一贯的魔术贴开穿的一个设计啊，类似耐卡的一些包装啊。那么可以看到这次一方面是没有体验过这个先兆工作室野蛮熔炉的系列产品，还有一方面就是这只出来以后对它的这个身体的肤色涂装，包括一个这种蓝紫色啊、阴影啊等等的这个感觉啊，那么我是比较吃这个色系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透明的，包括一些花纹涂装的一些做工的武器啊，这个长剑长刀啊，包括这个两个头雕，还附带一个半边脸的这个面罩啊，那么这些元素都是我比较喜欢，然后也没有体验过野蛮熔炉的产品啊，所以说这波现货以后，那么价格也没有上涨啊，那么用券以后也是收入来和兄弟们来一起的把玩分享一下啊。OK， 那么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废话不多说，拆出具体看一下。OK， 那么拆出以后啊，所有的内容物就是眼前的这些了啊，做了一个基本上类似全搭载的一个程度啊。那么这个黑色的这个包装袋的这个盲盒，那么开出来的是这把长剑啊，非常之长的这把长剑啊，这把长剑的话可以看到比人都是要高的啊，大概19厘米的样子啊，19-20厘米的样子了啊。然后不知道兄弟们会开出什么样的盲盒了啊？这个整一个模具，还有这个做旧啊等等的涂装都还是不错的啊。比较轻的一个 ABS 的材质啊。那么然后另外的这个包装袋啊，那么就是开出的这些小的啊钻石啊等等颜色的，然后还有这个大的钻石，可能这个盲袋可能也会有所区别啊。我是金币的一堆啊，银币的一小的和这个大的，然后这个银砖啊，有些可能是金砖。那么这些就正常的都是正常的 ABS 的小的装饰配件啊，这个可以不作为重点啊，它的这个材质涂装用料都还是不错的啊。那么配件等一会儿再说，我们直接来啊，这个说一下总评一下啊，这个包括身高。那么首先是之前没有体验过野蛮熔炉这个系列啊，先兆工作室野蛮熔炉，那么这次的感受还是不错的啊，它的一个材质或者说是品控做工啊，没有什么问题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作为这个 PVC 的整体的周身，包括盔甲啊 ，PVC 包括这个素体 PVC 的一个这个做工质量品控都是尚可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致命伤啊，也不容易断件等等的一个这个品控啊。那么这点首先就是不错的啊，包括关节的品控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值得认可的啊。那么然后说到这个它的一个整个素体，包括分件配饰的一些材料的手感啊，那么就让我想到这个之前的我们国产的一个品牌，那么就是玩潮啊，玩潮的品牌啊，那么我们直接拿出这个上海传说系列的这个魑魅魍魉啊，其中的一只。还有之前包括王朝的这个黑白无常等等的啊，那么他们的一个手感和这个材质啊，包括整一个 PVC 分件配饰的一个手感都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感觉啊。那么当然这个上海传说的这个是5.5寸的一个身高啊，黑白无常的黑无常我也这个出手了啊，卖掉了，那么做了对比了，但是黑无常是比这只要高的啊，那么所以说这只搭配6寸人偶的话就比较适配的啊，就比如说是它其实就来到一个6.5寸啊，比如说拿这个标准6寸是吧？如果说再拿出一个标准的7寸啊，可以看到，那么整一个就来到了标准的6.5寸的身高，基本上和老迈的这个 DCU 线的身高差不多啊，介于6寸和7寸中间的一个这个身高，那么可能也是这个野蛮熔炉系列为了考虑到这个
和6寸和7寸的一个共同适配的一个身高了啊，取了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6.5寸的高度啊，所以说是整体啊还是比较 OK 的啊，你可以想象为一个比较高大魁梧的6寸1:12的角色啊。OK，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可以看到这里配了一个大的钻石水晶啊。那么首先看到所有配件头雕，给了一个可以是3种状态的一个头雕啊。那么首先是一个这个头雕啊，那么拿在手上啊 ，PVC 的这个软度，包括整一个 PVC 的触感啊，那么就是很接近这个比较软的王朝家的这么一个手感啊。那么当然在这个软度的话啊，非常非常细致的地方，那么它就存在一个有一点点肉的这么一个缺点在里面啊，因为它是比这个常规的美系啊，比如说是比较硬的麦克法兰，还有或者说这个没有那么硬的 Marvel Legends 啊，那么这个的手感 PVC 都是要比它们要软的啊，所以说是在非常非常细节的部位啊，那么这支的话，它也规避了这个问题，没有去做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些模具刻画。啊，你比如说是在这一部分啊，它也就是只细化到了这个程度啊。那么当然，这个模具表面的这个材质纹理的这种一定的体现是有的啊，但是它没有这个非常精细的一些雕刻雕琢啊。这个就比如说是可以看到这个骷髅的一些部位啊，是吧？就可以看出来相对肉一点的感觉了啊。而且这个还不算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模具刻画啊。那么这个我想也就是这个野蛮熔炉啊，仙道工作室的这个野蛮熔炉系列的一些优点和缺点的在其里面的一个体现啊。那么除了这个头雕，那么包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面具啊，可以看到有自洗的整一个的都是 OK 的啊。那么诚意是比较足的啊，包括看这个品控也能感觉出来啊，厂家还是非常的善心的去做这一系列的产品啊，这点是很值得肯定的。那么这个头雕啊，里面当然就是一个双球哑铃啊的一个双球哑铃，普通双球哑铃。而且是头雕这侧比较大的一个球头啊，头雕的硬度是相对比身体要高一些啊。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的一个涂砖啊，也是比较的细致认真的啊，善心的啊，所以说是模具做不了非常非常精度的刻画，那么这个我们涂砖就要诚心诚意的给到位啊，那么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左眼可以看到是一个粘上去有孔位的一个透明件啊，有点像这个水晶眼啊。这半边烂脸的一个绿色涂砖不错啊，是我喜欢的一个风格啊。那么然后这个肩胛可以看到啊，这个肩胛它其实就不是一个肩胛啊，这边才是肩胛。那么可以看到肩胛是直接固定在肩部零件后侧孔位上。那么这边双段的一个长杆的双球哑铃关节啊，那么基本上在这一侧只能做一个平转啊，在身体内侧是一个标准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球关啊，那么这个就很灵活了。这个可以说它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大的肩胛啊。那么马甲也是可以看到紫色渐变啊，也不错的啊。那么整一个是可以做到一个把这个盔甲全部拆除啊，只剩这个三角裤衩零件的深棕色零件啊，是可以做到。那么然后还有这个它的武器啊，武器的话，2把透明的长刀长剑啊，红色的长剑和透绿蓝色的长刀，整一个模具头砖都是到位的啊，做到了这个材质水平的上限啊。头砖就给你感觉到一个这种冰的感觉是吧？这边又是火的感觉啊，冰与火的交织的一个武器啊，这边的比较好看的一个模具涂砖的砖点啊。OK， 那么手型的话，可以说到一下，就是3对1对这个开展造型，或者是可以握持这个大的钻石啊。那么然后另外2对都是一个握持手啊，而且是没有握拳手了这只啊。那么可以看到给了2对同样的握持手，为什么呢？啊，因为1对是招财猫式的翻折啊，1对是纵向的握刀握剑的一个翻折啊。那么这个美系关节的这种2种啊，给到2对的手型啊，还是很不错的啊，就是没有握拳手啊。OK， 那么全部整一个的聊完以后啊，就
聊到今天的重点了，那么就是岩盘中路这个系列玩下来以后，它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就是还是它的关节的一个特别之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肩胛的一个设计啊，对可动的干预基本没有明显的干预啊，为可动做了很多的让步而且是保障了造型的情况下 ，OK 啊，就这两个肩胛，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蝴蝶肩啊，可以看到啊，用了一个这种的蝴蝶肩，那么基本上往后基本没有啊，就是一个往前的非常可观的一个距离的一个蝴蝶肩啊。那么这个也是它这只的一大特点了啊，可动上面。那么然后穿着盔甲的话啊，这个胸腰可以看到啊，还是很可观的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它的造型和这个可动的一个兼顾啊，它是非常的上心的，非常的去用心去设计、用心去制作的啊。那么当然往后就不太多了啊，但是也是相对可观的啊。那么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保证了造型情况下的一个大腿的平转，可以看到是专门做了嵌套的一个平转啊，而不是直接在那球冠上转啊，可以看到啊，嵌套分肩啊。那么然后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踝这里啊，踝关节这里除了正常的这个美膝关节的一个齿轮和这个接地，那么它的小腿平转依然是有的，直接坐在了踝关节的这里啊，分肩利用了这个切割那么然后就是最特别的，它的肘关节和膝关节双段关节的一个特别的关节零件设计，可以看到专门用了一个关节零件穿套嵌套在了上端和下端那么就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双关节带平转啊，那么就是星球大战海之宝星球大战里面基本上很多单关节带平转，那么这个也正如这只的话双关节带平转，可以看到这种一个单独的零件怼在里面，那么就可以造成它的一个双关节带平转的一个可动那么双关节带平转的可动可以说是就在这个肘关节和膝关节拉满的一个水平了直接就是可动拉满的一个水平那么美系玩具能做到为可动那么多的一个考虑那么其实我都不太知道这个仙照工作室到底就当它是一个国产的工作室好了但是它毕竟做的是一个美系的玩具那么美系的玩具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去非常用心或者说是非常用脑子的去兼顾这个造型和可动那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在如今的一个小规模的工作室而言可以看到，那么单独的一个双动零件的话，当然外形上是会造成一些不自然的一个感觉但是作为一个玩具而言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没有任何的毛病的就是在我这里是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这个设计我觉得玩者非常的新颖也非常的理解到这个设计的一个用心态度的一个在那里的这种感觉OK， 那么这只仙照工作室野蛮熔炉系列的最新出货的产品炼狱纳拉卡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我以上说的这些设计这些用心的设计，或者说是这个品控没有问题，手感也比较舒适这个比较用心的非常特别的双动式可动设计的话那么是非常建议兄弟们去收录一只来感受一下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但是绝对值得收入去感受一下那么然后最后就是如果说硬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其实我是不太说得出它有什么缺点但是硬要鸡蛋里挑一下骨头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在模具的细节方面也应该再去多下功夫的去做一些这个更加细节的一个模具刻画，在很多地方这个而且把它的精度能再往上提升一下那么就完美了OK， 那么这期有兄弟们分享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下期再见。